虽然流行疫情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便，但是战略性部署就算进展缓慢，却从未停止。苏57就赫然在列。作为世界一流军事出口国，俄罗斯的最新技术之代表5代机苏57，在这疫情转好的档口，再次成为世人热议的焦点。不仅对手国美国一直盯梢，俄罗斯的一众潜在客户的心也一直在等待。据说，俄在北非地界上的盟国阿尔及利亚会给苏57开张，而俄罗斯网友最放心不下的是，中国会不会缠苏57的发动机？据称，今年我们将有望看到俄罗斯首架正式版苏57上线。有分析称，苏57的第一个国外客户不会是目前为止砸钱最狠的印度或关系最铁的中国，而是一个遥远的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消息称，他们正在与俄展开积极正向的谈判，计划购买12架苏57，订单有可能升级为24架，但交易尚未正式确认。此举可能是因为去年早些时候，美国向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的邻国对手国批准出售24架 F-16V 蝰蛇的订单，并且对摩洛哥空军现役23架 F-16C 进行现代化改造。据称，摩洛哥是首批有意购买 F-16V 的非洲国家，24架 F-16V 的订单将从2021年开始交付。摩洛哥也将成为北非第一个拥有 F-16V 的国家。F-16V 是 F-16系列中最先进机型，但是美方认为出售 F-16V 不会改变北非地区的力量平衡，这一点似乎不攻自破了。美联社报道，美国再度推动与摩洛哥的军事合作。美防长访问摩洛哥时签署了一份10年军事协定，表示将朝着共同的安全目标前进，侧重于改善摩洛哥武装力量的军事准备程度。耐人寻味的是，基于安全目标，此次北非之旅，美防长也是带着美国方面的诚意，访问了摩洛哥的劲敌阿尔及利亚。美国有意向阿尔及利亚出售武器，即使目前为止俄罗斯是其主要军火供应方，获得阿尔及利亚90%的进口订单。研究认为，美防长踏出的是2006年来第一步，美国挖墙脚的路还很长，但阿尔及利亚对于此似乎缺乏兴趣。该国国防部声明，在美防长访问之前，阿尔及利亚参谋长程里哈会见了俄罗斯最高军事代表团，就两国军事合作状态进行探讨。据悉，阿尔及利亚的苏57订单最初估值20亿美元，美国专家对这笔交易提出质疑，称与 F-22和 F-35相比，苏57还是有很大的不足，缺乏现代战机的重要航空电子设备，且生产研发进度迟缓，不仅资金缺乏，与印度合作的生产协议也作废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苏57的市场竞争力大大减弱。但是不用想也知道，空谈 F-22和 F-35的优势无异于空中楼阁，再好可能出口到阿尔及利亚吗？毕竟其北非重要盟友摩洛哥都还在玩 F-16。但是话说回来，不可否认，苏57确实短时间内不能实现外销供应。报道称，2019年普京曾表示，俄军预计到2028年将购买76架苏57战机。今年9月1号，俄航空公司主管阿纳托利·希尔久科夫进一步说明了苏57的供货意向，首要任务是向俄罗斯军队提供苏57战机。但他指出，苏57是为国外客户提供服务的一款产品，因此必要的销售相关工作正在进行。而苏57作为俄罗斯5代战机，其设计要求较高的技术水平，确实暴露了当前俄国的一些实力问题。兰德公司应美方要求，收集并分析了全球范围内俄罗斯出售武器的开源信息。资料显示，苏57自研制以来遭遇了各种各样的挫折和挑战，原本应在2020年中期前出口的可能性不复存在。经过观察比对，兰德公司指出，俄罗斯航空工程师在飞行控制系统、航空电子设备和发动机方面都存在问题，且尚未装载内置武器。相比2020年前6个月的俄罗斯外销成绩，共计出口价值70亿美元的武器订单，苏57迟迟未开张一笔，哪怕是国内订单的现实，就显得有些离谱。世界范围的流行病确实是一个重大因素，大宗军火供应也大受影响。军工联合体消显示认为，大流行结束后，几种重要武器的招标会将是全球几乎所有军火供应商施展法术的舞台。比如抛弃俄罗斯苏57计划，5月宣布自制5代机的印度，对新战机数量的要求保守估计在120至200架之间，订单市值达100亿美元。再比如印度邻国巴基斯坦，大约需要100至120架现代战机，估值约45亿美元。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也有可能成为苏57的第一个订户。中俄两国的合作一直便捷、高效且实惠。中国也是拥有5代机歼20的国家，且比苏57交付服役要早。为什么还被认为是苏57最有希望的潜在客户呢？说起来还有点同病相怜的味道，发动机尚未到位。目前苏57原型机使用的是旧式发动机，2台AL31或者41F1。
第二代伊兹德利耶30发动机尚未发布使用，也就没有可参考的完工时效。据全球国防公司10月13号报道称，由于工期延误、进展缓慢，苏57的开发项目负责人于今年早些时候辞职。据兰德公司分析称，苏57飞行员与苏联时期苏27飞行员使用的头盔相同，驾驶舱也保留着后视镜，供飞行员负责态势感知。而正常来说，现代五代机应该具备一系列机载电子设备和计算机系统，比人工观测更精确且安全，所以很难说苏57是否完全满足五代机的所有特征。虽然兰德公司的数据分析可信度较高，就美国是以兰德挑刺儿尚未完善的苏57这件事而言，也体现出美国实际上担心苏57以这样的性价比发展成 F35 和 F22 这样由内而外的五代机。因为苏57的技术指标肯定是达到了五代机标准的，只是一些零部件还未换上。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文章认为，美国对苏57的持续盯梢表示他们紧张，渴望了解苏57的一切。据美国驱动器报道，苏57的工艺正在逐步得到改善，包括蒙皮公差。也明显的最令美国人担心的改变在于红外制导系统、双垂直稳定器、不对称进气口以及复合式加油探头。文章表示，长期以来，苏57都能很好的融合机身上的各种性能，对于空战表现的要求更严格、更系统，这也是俄罗斯技术的体现。此外，俄罗斯的苏57技术还将被用于改进图 22M3M 战术轰炸机，可行性体现在从传感器、电子战到激光防护系统多种新技术的融合，成熟之后能够顺利集成到其他战机平台，从而将性能升级到新技术的适应性水平。苏57一直以来的飞行测试证明了这种操作的可行性。目前图 22M3M 所谓现代化改造已进行到通信平台这一步，提高了数据传输以及能源分配使用效率，而图 160M2 也将受益于此。文章指出，虽然美国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或是选择性忽视苏57的这些主要战略优势，但是中国专家已经注意到苏57应用人工智能的趋势，这将是一场军事领域的真正革命。实际上，苏57已经有配备最先进、高集成化的航空电子设备，具备高水平的自动化控制以及对机组人员的人工智能支持。同时，整体设计基于开放性的理论体系，为老式机型提供打配合的机会，不会一上市就淘汰像 4.5 代机这样的好兄弟。军事观察网6月的介绍就显示，苏57的相关测试在苏35的指挥控制中心的配合下进行，并收集材料数据。就目前的五代机市场而言，数码天空科技网分析认为，苏57除了2代发动机研制迟缓等问题，也有几个明显优势。首先就是价格，同类战机中最接近的战机 F35 造价是苏57的2倍，市值约4500至5000万美元。其次，目前除中俄美3国再无理论成熟可操作性的五代机解决方案，其他国家仅有五代机计划，但尚未得到实践检验。这笔交易是否能成型，还要等待苏57的最终出口决定。因为目前俄罗斯战机正在热销的是苏35，如果过早开始五代机苏57的销售，那么苏35这样超4代战机就没有出路了。而俄罗斯网友的想法更多，发文称，中国如果购买苏57，不是因为价格便宜，也不是因为缺乏五代机解决方案，而是馋俄罗斯的发动机技术。然而照目前形势来看，俄罗斯自己的发动机还没有研究出花样，也无法做到量产，更无法进行大宗交易。对于潜在客户的潜在订单，俄方只能表示遗憾，称不急着出口。实际上怎么可能不着急呢？但是遇到这种费时费力费钱的事情，着急也没有用，没用也着急。文章认为，中国迫切需要伊兹德利耶30来实现发动机技术的升级与改进。虽然130据说要到2023年才能实现量产，但在此之前，该名网友将希望寄托在俄军提出的指导性建议上。面对中方可能存在的购置意向，他表达了许多俄国人心中的纠结情绪：是带着技术直接出口，还是放弃这笔大额交易？文章下伊万诺夫的评论有点意思：如果是我必不会卖给中国什么，就算中国真心要买，少于100架免谈。实际上真没必要，歼20需要的涡扇15、轰20需要的涡扇20都在路上。公开数据显示，从2020年至2026年度，我军每年计划生产不超过5台涡扇15发动机。如果生产5台存在技术或者其他问题，则保守生产效率将保持在每年3台的水平。只有在早期版本适用的俄罗斯 AL31F 发动机，从第2批次开始就一直使用我国本土发动机涡扇10C。预计涡扇15投产时，将会有2批使用涡扇10C的歼20投入使用，而涡扇20也实现了重要突破。
今年7月就有报道显示，涡上20开始在运20机身平台上进行测试。军事分析员表示，技术人员已经解决了电磁兼容性问题，对光电磁干扰的调查用了4天3晚的时间。这表示全权数字发动机的控制系统已经投入使用，而运20搭载的涡扇18和 D30 KP2 并不需要考虑这一系统带来的电磁兼容性问题。这一消息也证实，涡扇20的部分关键技术已经得到突破与检验。诚然，和130-2一样，涡扇20仍然有一些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但是这么多年的国际交流，我们早已熟知一个事实：靠山山走，靠人人倒。如今发展的风生水起，声名远播的我国，在国际上的发展依然受到技术上的限制。除了自我发展、自我成长，再没有更多路径可供选择。如果俄罗斯愿意相助，也很好；不愿意更好。关键时刻的帮助还起来也麻烦，事关存亡，谁还不是拼着一口气来的？